说到家庭饮水设备的宠儿，首当其冲的就是管线机。凭借体积小巧、外观时尚以及温度可控、3秒出热水等诸多优势，迅速风靡饮水机市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线机自身产品不足之处也逐渐显露，很多人买完就纷纷后悔，对它的诟病也随之而来。本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反馈来分享一下管线机的4大缺陷。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它如今跌下神坛的根本原因。1. 安装复杂，容易翻车。管线机不同于传统饮水机，插上电源就能用，它是需要连接管线才能实现其功能。安装使用不仅需要净水设备专用 PE 圆管，而且还需要装修水电时就提前做预埋，并且还要提前确定位置和电源，才能确保后期安装严丝合缝。很多人对它了解不够，只是盲目跟风，结果导致安装过程频频翻车，又或是没有提前预埋水管，结果只能明装管线，严重影响美观。网友千米有话说，装修的第一个大无语哼。安装管线机的师傅一来就说我家柜子高度不够，只能放不能挂，然后也没和我商量，就直接放在台面上上了螺丝。那我这预埋有啥用？给我柜子挖了这么大的丑洞，真是越看越窝火。网友晨晨小可爱，家人们，管线机安装踩了大坑了，提前预埋的管线还是外露了，隐藏不了，坐在沙发上看很明显。我家预埋的是3分的管，很硬，弯不了。预埋的50管也有点细，插座穿不过去，救救孩子吧。相信大家从上述2位网友的反馈中也不难看出管线机安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 要搭配净水器使用，为啥管线机要搭配净水器才可以使用呢？原因以下2点。第一，管线机只有加热功能，没有净化功能，如果直接接自来水使用，会有水垢和杂质的沉积，特别是内胆加热的管线机根本没办法清理，会影响管线机使用，也会增加它的故障率。第二，管线机也无过滤功能，自然无法过滤水中的危害物，如化学污染物、余氯以及重金属等，所以水质也不符合指引的标准。综上，这也导致很多人发现，并不是说买个管线机预埋个水电就完事了，还要搭配RO 反渗透净水器才能使用，性价比实属不高，所以自然就放弃了管线饮水机。3. 内部容易污染，不便清洗，管线机内部污染严重，不便于清洗，这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有网友吐槽，花2000块买回来的管线机，一直以为是没水箱的，用了3个月，发现 TDS 数值很高，就找售后把管线机拆了，才发现是有水箱的，而且内部还特别脏，水色发黄。实话实说，这也是储水式管线机天生的缺陷，不管是水箱还是管道，都无法做到彻底清洗，就导致内部越用越脏，时间一长就会形成一滩污水，不但异味严重，而且特别不卫生。网友安妮大宝贝，谁懂啊？家人们，家里的某大牌管线机和净水器安装使用快1个月了，净水器倒是没啥毛病，但是这个管线机出的各种温度的水都一股子塑料味，真的无力吐槽，太上火了。网友去你的人生，当初安装管线机就是方便省去厨房接水，但这玩意夏天只要几天不用，那个水喝了真想吐，塑料味太严重了。说实话，就一个烧水壶功能花大几千，真的是浪费钱又鸡肋，关键还喝不到好水，劝你大冤种别当。此外，据我了解，很多人不愿意选择管线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存储在管道里的水会被反复加热，形成所谓的千滚水，不利于健康。4. 价格贵，性价比低。虽说管线饮水机有着诸多优点，而且外观时尚，但它的价格也真心不便宜。搜索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品牌入门级的管线机也要1000元以上，并且还有搭配净水器一起使用，一套安装下来少说也要4、5千块，这也是让普通收入家庭望而却步的根本原因。人们最初购买管线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日常饮水需求，但市面上有很多平替管线机的产品同样能做到，比如恒温热水壶、冷热饮水机、茶吧机，价格更实惠不说，也一样能实现保温和加热。所以如果是你会怎么选？答案一目了然。总的来说，这个管线饮水机就是个花钱贵又很鸡肋的产品，大家在吃亏上当以后，最终也回归理性，都纷纷转向性价比更高的其他饮水设备，所以管线机市场销量下滑，不受业主们的待见了，也是必然的结果。在此，小东也奉劝大家，如果打算购买管线机，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能接受上述这些缺点再考虑入手，以免买完就后悔，白花了冤枉钱。装修买家电，很多人都信奉一个原则，就是1分钱1分货。
确实，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越贵的家电一般品质越好，功能也越多。但如果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越贵越适合你，有些刚需家电真没必要买贵的。作为过来人，小东给大家整理总结了9种不用买贵的电器，具备基本功能即可，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教会你不花冤枉钱。1. 电视机。现在电视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很多年轻人装修干脆选择投影仪来代替电视，很多家庭买电视都充当了客厅的装饰品，你再去花高价买贵的真是没必要。选个尺寸在65寸以上，足够满足日常观看和装饰需求了。至于画质区别，对于普通人也很难分辨出来。真想提升体验感，不如花个几百块买个回音壁来提高电视的音质。选购建议推荐国产品牌海信或 TCL， 预算4000以内机型，日常使用完全够用。2. 净水机。花大几千买个国外的品牌或是品牌专用滤芯，都是在交智商税。市面上的净水机只有 RO 反渗透可以达到直饮的标准，它的核心就是 RO 膜，价格在1000多、2000以内的就可以，过滤出来的水质和高端的净水机没啥区别。滤芯必须买通用的，不然每年都得花高价换滤芯。选购建议家用净水器建议2000元以内的，不用考虑什么品牌，认准 RO 反渗透滤芯技术，通量在 2.5 升以上，额定净水量不低于5000升就完全够用。3. 分体空调。现在的分体空调基本都是变频的，功能和制冷效率相差都不大，真没必要买太贵的。特别是立式柜机，溢价都在外观设计上，又是显示屏又是流线型，本质上其实都没区别。所以买空调最核心的是看能耗，相同匹数相同能耗的选价格便宜的那款就可以了。选购建议空调匹数建议根据房间面积往大半匹买，比如15平左右的小卧室就选大1匹或 1.5 匹，能耗等级认准新一级能效即可。4. 洗衣机。不管是波轮还是滚筒，都没必要买功能复杂、价格那么贵的。比如什么洗烘一体机并没有那么好用，洗烘时间又长，效果又差。还有一些高端洗衣机，什么空气洗、丝绸洗，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洗涤程序，但高档点的衣服，你基本还是会送到干洗店，所以这些附加功能对你来说也没啥用。不如就选个大容量的基础款，能把衣服洗干净，能脱水就行了。选购建议不管是选波轮还是滚筒，容量建议8公斤以上，国产3000元以内就完全够用，品牌可以看看小天鹅或者海尔的。5. 扫地机器人。它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你简单的清理一下地面灰尘和小垃圾，真别指望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1500块左右的就完全够用了。这玩意重点要关注一下它的噪音，至于其他清扫功能和避障功能啥的，贵的和便宜的区别并不大。选购建议选购扫地机器人，重要的是吸尘和续航能力，吸力建议至少在1500帕以上的，续航时间越长越好。品牌可以看看科沃斯、云鲸。6. 微波炉。我就想问一句，你家的微波炉除了热剩饭和热牛奶，还用它做过其他事情吗？比如烧烤、做饭之类的。所以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再多你也用不到，就买个几百块钱的基础款，能热饭菜能解冻就可以了。选购建议选购微波炉，功率选大不选小，功率越大加热速度越快，建议选择800瓦以上的。品牌推荐格兰仕、美的，性价比高。7. 电动晾衣架。这个东西最有用的功能就是照明和升降，千万别选什么快速烘干、消毒除菌的，功能效果微乎其微，价格又贵。我想说，你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没做好，还有脸去抢烘干机的饭碗？闭着眼睛选品牌里最便宜的就行了。选购建议电动晾衣架的核心是电机，建议认准直流电机，噪音小，运行稳定，寿命长。另外承重能力越大越好，推荐70公斤以上的。品牌可以看看好太太、亮爸。8. 空气净化器。这东西真没一点技术含量，说白了就是一个风机加几层过滤网。它和新风机性质不同，它只是把室内的空气吸进去，过滤效果根本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神奇。你想啊，室内空气再过滤能有多大改善？真有需要的话就买个便宜的，勤换点过滤网，比你买高端款实用多了。选购建议首先选择有主动净化除菌功能的，滤网认准塔式结构，过滤等级越高越好。品牌的话可以看看352、霍尼韦尔。9. 燃气灶。现在的产品越是简单，营销话术越复杂，燃气灶技术含量不高，可别让商家给你忽悠了。咱就在那几个专门做灶具的大品牌里选个大火力的就行了。烟机选个差不多的，排风量和风压足够大的情况下，还要保持低噪音，没点技术啥的真不行。
选购建议：烟机和灶具，建议选烟机套装更划算。烟机就选大排风量、大风压就对了。燃气灶，火力值选择 4.5 千瓦以上的，热效率不低于 63%， 价格在2000元左右就够用。家用电器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对于刚需家庭，不要过多追求新款和多功能，认准基础功能即可，毕竟实用有性价比，能满足日常使用需求才是为之买单的关键因素。网友66的装修中，花了20-30万装出来的房子，一股廉价感，好心痛。我相信和上面这位业主家有类似情况的并不少见，明明花了很多心思和心血，但最终的效果却不堪入目，甚至有一种廉价风。这一期小东给大家分享7个容易导致出现廉价感的装修设计，如果你家也在用，听劝赶紧换掉，否则的话钱没少花，还可能装出很土很 low 的效果。深灰色瓷砖，听劝，只要你家不是大别墅或豪宅，一定要避开深灰色地砖，千万别相信什么灰色高级，深色显档次。事实上，铺到你家里是压抑又显暗，尤其是再搭配大白墙装修，瞬间给人一种出租屋风格，满满的廉价感。网友请不要熬夜女士，人生中的第1套房子就踩坑了，选了深灰色瓷砖，几十万花出去了，跟高级一点不沾边，这个家我已经不想要了。网友你好，童年孩子他爸一味追求深色，说有高级感，今天去工地一看，这糟糕透顶的颜色真让我尴尬，就想问，这么乌漆麻黑的效果怎么来的高级感？小东建议记住，非灰色系不选的话就选浅灰或中灰，采光不好的就选暖色系，后期软装搭配好了，一样能装出高级感。黑色过门石，不管你家的瓷砖有多贵，花色有多高级，只要和黑漆漆的门槛石一搭配，那种突兀感立马就上来。这都2024年了，还在用10年前的装修方式，能不土吗？铺上过门石，不仅会让空间割裂，还会影响地面的整体性，那种大气通透的感觉也消失不见了。网友曾小姐的家，当初我说不要铺过门石，老公非不听，现在怎么办？这个门槛石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就是巨丑无比。网友教皮卡丘，装修前计划不要门槛石的，但中期熬不过设计师，还是听了他的。现在这样黑黑的一条真的是太丑了，越看越别扭。小东建议地面瓷砖通铺，颜色统一，还显高级大气。如果客厅铺瓷砖，卧室铺地板，衔接处建议用金属压条过渡。双拼色窗帘，别总想着通过拼色、撞色来彰显自家装修的与众不同和个性，这种东西搭配不好就是丑，不接受反驳。特别是近些年流行的拼色窗帘，2种不同颜色搭在一块，看上去不但不会显惊艳，还会给人一种很扎眼的感觉。此外，拼色窗帘也很难与地面、墙面、家具做到和谐统一，这种不协调感最终导致非常容易显丑、显土。网友童安安买窗帘的时候，让销售一顿忽悠，说什么流行拼色窗帘纯色太单标，刚挂上时感觉还好，现在越看越丑。网友遥遥不相识，家人们窗帘颜色没选对，还影响整体装修效果吧？卧室选的拼色窗帘翻车了，跟我家的装修风格完全不搭。小东建议切记，家装颜色越少越高级，同一个空间不要超过3个颜色。纯色窗帘虽然不会太惊艳，但100%不会出错。闪亮的美缝，瓷砖美缝的作用就是用来弱化砖与砖之间的缝隙，来提高整体美观性，同时还能兼顾防水防污。但有些人真不知道是什么脑回路，偏偏去选择那些亮眼的颜色，什么闪亮的金、贵族的银，硬生生把缺点给放大了。做完的效果那叫一个扎眼，显得非常廉价。网友浩浩妈妈，富贵迷人眼，一点不加，在我家装修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婆婆坚持给我选了金色的美缝，真的是土不土，洋不洋，瞬间觉得翻车了。网友咕噜咕噜说什么贵族与高级，这个亮亮的效果真的愁哭我了，好心疼我精心挑选的瓷砖搭在一起太土了。小东建议美缝存在感越低，越显通透美观，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想要效果好，自然要选瓷砖相近的颜色，才能做出浑然一体的感觉。笨重大茶几，但凡在客厅中间摆放个笨重的大茶几，那就是装修中最大的败笔。茶几越大越显乱，什么书本、杂志、遥控器、各种钥匙、水杯、纸巾盒堆放在上面，不管你家客厅装得多漂亮，也和高级不沾边。而且大茶几还会让空间感变得既拥挤又压抑。网友许慢慢找到我家奇怪的原因了，沙发、瓷砖、墙面都没问题，翻车的应该就是这个丑茶几了吧？又占地方，又显土，太俗气了。
小东建议，客厅茶几的功能很单一，实在有需求，选个小巧的圆机或者沙发小边机都能代替。记住，装修未必需要多豪华，但干净整洁是基础，这样才不会显乱显廉价。6. 卫生间蹲便。当然，不是说卫生间装个马桶就有多高级，但相比之下，如果把马桶换成蹲便，确实一眼望过去就是很显廉价。究其原因，是因为家里的马桶会时刻保持干净，但蹲便就未必能做到。陶瓷蹲坑周边不是脚印就是水渍，脏兮兮的样子给人一种公共厕所的感觉，自然就显得廉价。网友@猪猪的小沃都说蹲坑好，好搞卫生，但也确实丑，一点空间层次感没有，有点后悔了。小东建议，蹲坑存在即合理，不否定它有一定的优势，但蹲便确实不美观、不高级、没档次。基本上卫生间只要装了蹲坑就毁了一半，不想装的像公厕就换成马桶。零装晾衣架，大部分家庭装修都会把晾衣架装在阳台，毕竟这个地方通风好，阳台充足。但实话实说，不管你家客厅装修的有多高级、多漂亮，如果放眼望过去，尽收眼底的全是阳台上凌乱的衣裤，那效果立马打折扣。网友新家听我一句劝，阳台与客厅打通的，一定不要把晾衣架装在中间，一眼望过去巨丑。再漂亮的家别毁了。网友长耳兔女士，这个在阳台晾衣服真的是太煞风景了。什么极简风、奶油风，只要衣服一晒，立马变成出租风。小东建议，不想花几十万的装修毁在阳台晾衣这个细节上，不妨打破传统，改为其他晾晒方式，比如直接装烘干机，从此告别晾晒衣服。或者把晾衣架装在阳台侧方，避开视线区。当然，如果阳台区域够大，可以1分为2，做独立的晾衣空间。我发现身边很多人买家电都会不自觉地掉进高端家电的坑，会过于相信家用电器是1分钱1分货，盲目认为贵有贵的道理。其实在我看来，不论任何产品、任何行业，都会存在暴利产品和品牌溢价，家电行业也是如此。所以选择家电并不是越贵越好，特别是一些刚需家电，选择基础款反而更实用。比如本期分享的这4种家电就没必要买太贵的，劝你有钱也别去当冤大头。1. 油烟机。要我说，油烟机绝对是暴利行业，不接受反驳。一个卖家电的朋友和我吐槽说，现在的一些高端油烟机动辄5、6千的售价，比2台空调价格卖的都贵，简直无法理解。要说技术上不如空调也就罢了，连材料成本也没法比。咱们都知道，空调有内机也有外机，而且压缩机成本普遍都不低。反观油烟机的结构，简单的不行，一个电机2个风扇，再加一个外壳就完事了。就算你用的是纯铜电机，成本不过几百块。再说排烟效果给力与否和它的吸力、风压、排风量这些参数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性能参数相同，便宜的和贵的烟机相比，吸烟效果都差不多。所以油烟机真没必要买贵的。市场上价格超过4000的，无非是增加了什么挥手感应、油污自清洁等附加功能，多半以上都是智商税。咱们选油烟机，风量在17米以上，风压大于300帕，噪音值小于65分贝，满足这些条件，1、2千的机器就很优秀了。品牌方面，可以看看帅康、华帝、苏泊尔这样的2线品牌，性价比更高。2. 电热水器。热水器家家必备，特别是东北地区，可以解决冬天洗澡的难题。如果你选择的是燃气热水器，建议你买贵一点的，毕竟这玩意是1分钱1分货，多花一点钱就多一项功能，什么恒温增加、零冷水功能，统统给你安排上，后期的使用体验感也大不相同。但如果你家选择的储水式电热水器，我劝你就别花冤枉钱了。这东西贵的和便宜的区别不大，安全标准都过关，不过是容量和内胆上的差异。这么说吧，电热水器的自身技术并不高，内胆的使用寿命基本都是7、8年，超过年限就得报废。你买再贵的产品，也逃脱不了容量有限，热水用完还得重新烧，用久了会积水垢，需要清洗的这些弊端。所以说，与其花3、4千买个电热水器，就非常不划算。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去买燃气热水器，热水即开即热，也省电，后期保养维护也省心。当然，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选择电热水器的话，咱们买个1800块的基础款最实用，容量在60升以上，高于2级能效就可以了。至于品牌，可以看看海尔、美的、万家乐这几个国民老品牌，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3. 净水器。要说家电行业最大的坑就是净水器，套路也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这上面花了冤枉钱。你要知道，
市面上不论哪种净水器，它的作用就是过滤水质，提高用水健康。所以千万不要被五花八门的营销宣传、花里胡哨的功能给欺骗了。说什么净水器有美容养生的功效，这些都是妥妥的智商税。这玩意也不是啥高科技，几个滤芯、一个水泵加一个外壳，成本再贵也不过700-800块。而且净水器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滤芯，滤芯的级别达不到，出来的水也是白扯。像我邻居家买了某品牌的净水器，一根活性炭滤芯加一个紫外线杀菌灯，价格竟然高达6-7千，每年更换滤芯的成本还要花1500，真的是把老百姓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所以净水器不要买太贵的，2000块以内的就已经很不错了，普通家庭完全够用。考虑直饮，就选择带 RO 反渗透膜的，一定要买插电排废水的，因为 RO 膜需要物理加压才能出水。另外，滤芯成本也要问清楚，避免买得起却用不起。4. 指纹锁，不得不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给家里更换成智能指纹锁，毕竟出门不用带钥匙，回家开门也更加智能便捷。但我搞不明白的是，现在还有人花几千块去买一把指纹锁，是图个啥？要说一把锁的核心部件就是锁芯，市面上几百块和几千块的指纹锁同样都是 C 级锁芯，安全性能都是杠杠的。再说功能方面，什么指纹解锁、密码解锁、传统钥匙开锁也都能满足，功能上大差不差，配件上也都是一样的，唯独就是外观造型和品牌不一样。所以高端的大牌指纹锁卖的基本都是品牌溢价和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什么猫眼监控、异常抓拍、3D 人脸识别，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功能很多时候根本用不上，没必要为它买单。而且你要知道，对于智能门锁来说，它的功能越多，意味着故障率越高，而且电池的续航能力也越差。所以选购指纹锁，只要不是太便宜，选择1000多左右的产品，它的实用性反而比你选择2-3千的所谓大牌指纹锁更高。就比如小米、陆克、石将军这几个品牌，虽说没有德诗曼、凯迪仕、飞利浦知名度高，但贵在性价比高，品质和口碑也非常不错。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选择任何一种家电，它自身的实用性都应该放在首位，千万别为了外观颜值和营销噱头买单，特别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看似很高级，实则很鸡肋。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别去拿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去交智商税。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那么作为食物储存和保鲜的电冰箱来说，它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所以说冰箱选不好，不仅是多花冤枉钱，还会影响生活质量。因此很多人在选购冰箱时也会格外重视。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科技的发展，目前市面上的冰箱不管是品牌还是种类以及价格方面，都让人眼花缭乱，难以选择。本期小东就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以我家换过3台冰箱的经历，给大家总结了选购冰箱的3买4不买原则，避免大家踩坑。1. 冰箱的4不买。1. 不买小容量的。选购冰箱时，大家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家选多大的合适。有些朋友会认为我家人口少，应该选个小容量的，尺寸小还不占地儿。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就拿我家来说，第一台冰箱就是一台3门的小容量冰箱，虽然平时家里就2口人，但也根本不够用，日常的水果、饮料、剩菜剩饭就把冰箱塞满了，赶上逢年过节想囤货的时候就十分头疼，只能选择性的扔东西，不仅浪费还很心疼。所以在此也奉劝大家，对于冰箱容量的选择，建议还是往大的买更实用，特别是经历过疫情时期，显然400升以上的大容量冰箱更能满足家庭生活需求。2. 不买制冷冰箱。市面上的冰箱分为制冷和风冷2种类型，很多人购买冰箱时往往会忽略掉冰箱的制冷方式，会盲目的认为冰箱只要能制冷就不影响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传统的制冷冰箱的制冷技术相对落后，与风冷冰箱相比，不仅在节能和制冷效果上存在很大差距，而且最明显的弊端是冰箱内会结冰霜，如果不定期清除，不但会让冰箱的耗电剧增，还会影响正常使用。换言之，制冷冰箱的性价比很低，实用性差，所以建议大家选择节能性更好、制冷更均衡、控温更精准的风冷冰箱。3. 不买高耗电的。就冰箱的能效等级来说，目前市场上的冰箱多数以1级或2级为主。大家都知道1级能效的冰箱目前是最节能省电的，而2级能效冰箱日常耗电量与1级相差不大，但价格通常会便宜好几百，所以性价比会更高，更省钱。但是还是有部分人因为价格原因会选择高能耗冰箱，殊不知
冰箱常年24小时运行，一直处于工作状态，高能耗的冰箱1年下来产生的电费会高得惊人。除此之外，高能耗冰箱之所以价格便宜，往往也是因为冰箱的重要部件压缩机质量不行，不仅使用寿命短，而且工作时还会产生很大噪音。4. 不买智能冰箱。你可能会问，现在不都说科技改变生活吗？为什么不建议买带智能功能的冰箱？在我看来，冰箱这种刚需电器越是功能多，就会显得越鸡肋。就比如可以连接 WiFi 带显示屏的智能冰箱，又是能刷剧，又是能听歌。其实这些只是单纯为了吸引年轻消费者制造的噱头。等你真正买回家后，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附加功能1年都用不上一次。不仅如此，日常使用还会增加冰箱的耗电量。咱们要明白一个原则，冰箱的主要作用就是食物的保鲜和冷藏，实在没必要为了那些打着高科技口号的无用功能去买单。2. 冰箱的3买。1. 买双循环制冷的。上面也提到了，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冰箱大多数是风冷冰箱。风冷冰箱主要是依靠蒸发器和风机来控制冰箱内的温度，所以它的制冷效果也和它的循环系统息息相关。就比如常见的单循环系统风冷冰箱，它的冷藏区和冷冻区是共用一个蒸发器和风机，这就导致不同食材之间会出现相互串位的现象，还有制冷效率差、耗电高的毛病。而反观双循环系统的冰箱，它的冷藏区和冷冻区各有一套蒸发器和风机，也就代表着不同温区可以独立控制温度，不仅可以避免食物串位，而且控温更精准，制冷更均衡。与单循环系统相比，实用性更高。当然，技术上更为优秀的还有3循环系统冰箱，但一般多用于高端的进口品牌，价格比较昂贵，性价比不高。2. 买双变频技术的。买过空调的人都知道，目前市场上的定频空调已经被淘汰了，原因就是温差大、耗能高还费电。其实冰箱和空调类似，定频冰箱也存在上述问题，所以淘汰也是迟早的事。因此建议大家首选搭载变频技术的冰箱，不仅能提高制冷效率，而且更加节能省电。但值得一提的是，风冷式冰箱主要靠压缩机和风机工作，所以咱们要选择双变频冰箱，也就是说它的压缩机和风机都是变频技术的，不然变频性能会大打折扣。3. 买十字门或多门款式。就目前风冷式冰箱而言，市面上销量卖的最好的基本上就是1字对开门、十字门、法式多门3种款式。其中1字对开门冰箱不仅容量大、颜值大气美观，而且价格还卖得便宜。为啥我不推荐呢？因为我家换的第2台冰箱就是这种双对开的冰箱，可以说使用体验感很差。别看1字门冰箱看着大，但实际上内部分区很少，只有冷藏和冷冻2个温区，而且单边宽度还很窄，能存放的食物十分有限。另外，它的制冷效率也低，因为你每次开门，冷藏区和冷冻区都会同时裸露在外，压缩机需要不停的工作才能达到原来的温度，所以也特别耗电。反观十字门和多门款式，在冷藏和冷冻区的基础上会增加变温空间，冰箱的分区多，就意味着能满足不同食材的存储需求。另外，它们内部空间在宽度设计上也更加合理，也能满足大块头食材的摆放和存储。虽然价格略贵，但更值得投入。3. 最后总结，结合上面说的，选购冰箱的3买4不买避坑点，再来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1买风冷冰箱，不买制冷冰箱；2买大容量，不买小容量；3买双变频、双制冷循环的，不买单变频、单循环的；4买十字门或法式多门款式，不买1字双开门。好了，以上就是关于选购冰箱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您在挑选冰箱时有所帮助。干了20年的家电销售，来告诉你7大家电首选品牌的选购建议。1. 电视，追求体验感，首选没有开机广告的，国外的有三星、索尼和 LG， 当然进口品牌溢价也高，国内的有华为、荣耀和雷鸟，其中雷鸟是 TCL 的子品牌，追求性价比，首选海信、TCL， 在画质方面都有自身过硬的技术支撑。小米虽价格便宜，但它是典型的广告机，而且故障率高，建议谨慎入手。2. 冰箱，就国内的销量来看，推荐海尔、美的和荣升这几个品牌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性价比比较高，质量和口碑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净位保鲜技术上也足够优秀，比如海尔的 Dale 净位和足氧干湿分储，美的的微晶1周鲜技术，荣升的离子净位技术等。当然，进口西门子和博士也不错，但价格也真的贵。3. 洗衣机，追求品质选西门子、博士和 LG， 其中西门子主打亲民路线，博士主攻高端，但其实国内机型技术方面都是共享的。
LG 是直驱电机的鼻祖，在脱水找平衡方面也要优于其他品牌，但被网友吐槽售后方面不行。国内的性价比品牌玄海尔、美的和小天鹅。小天鹅水魔方系列销量最高，核心技术也多，建议考虑首选。4. 空调，中央空调首选三菱电机、大金和日立。作为中央空调的三大巨头，都有自己的压缩机专利技术，质量和品质是没得说，可惜都是日货，价格也略贵。国内挂机当然就是格力了，质量和口碑不用多说，故障率也低。美的这2年发展迅猛，线上线下销量一度超过格力，但质量确实不如格力。追求性价比的可以考虑科龙、华凌和奥克斯。5. 燃气热水器，要说口碑和质量，还得看林内和能绿，毕竟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和老二，这2个品牌是追求品质的不二之选。当然，原装进口的百乐满性能也很好，但和 LG 一样的毛病，国内售后问题大。追求性价比的，选万和和万家乐，它俩是国内的老燃气品牌了，技术虽不及日产，但胜在口碑售后好，价格实惠。6. 电热水器，就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还是海尔和美的，常年霸榜前2。电热水器自身也没什么技术，所以品牌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 ，A.O. 史密斯是这个领域绕不开的品牌，毕竟是技术领先者，其中金贵内胆、金贵加热棒也是最优秀的材质，但品牌溢价也是有的。另外，质量均衡、性价比高的还有万家乐和万和。7. 烟机灶具，这个领域的龙头品牌就是大家熟知的方太和老板，占据了市场60%的份额。不论是产品性能、品控和售后服务方面都做得很到位。当然，一线品牌的劣势是价格偏贵，特别是中高端产品线溢价高。家电行业做了10几年，来告诉你9种家用电器没必要买贵的，帮你少花冤枉钱。1. 分体空调，现在的分体空调基本都是变频的，功能和制冷效率相差都不大，真没必要买太贵的。特别是立式柜机，溢价都在外观设计上，又是显示屏，又是流线型，本质上其实都没区别。所以买空调最核心的是看能耗，相同匹数、相同能耗的，选价格便宜的那款就可以了。2. 洗衣机，没必要买功能复杂那么贵的，比如什么洗烘一体机，并没有那么好用，洗烘时间又长，效果又差。还有一些高端洗衣机，什么空气洗、丝绸洗，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洗涤程序，但高档点的衣服，你基本还是会送到干洗店，所以这些附加功能对你来说也没啥用，不如就选个大容量的基础款，能把衣服洗干净，能脱水就行了。3. 电视机，现在电视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很多年轻人装修干脆选择投影仪来代替电视，很多家庭买电视都充当了客厅的装饰品，你再去花高价买贵的真是没必要，选个尺寸在65寸以上，足够满足日常观看和装饰需求了。至于画质区别，对于普通人也很难分辨出来，真想提升体验感，不如花个几百块买个回音壁来提高电视的音质。4. 空气净化器，这东西真没一点技术含量，说白了就是一个风机加几层过滤网，它和新风机性质不同，它只是把室内的空气吸进去，过滤效果根本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神奇。你想啊，室内空气再过滤能有多大改善？真有需要的话，就买个便宜的，勤换点过滤网，比你买高端款实用多了。5. 净水器，花大几千买个国外的品牌，或是品牌专用滤芯，都是在交智商税。市面上的净水机只有 RO 反渗透可以达到直饮的标准，它的核心就是 RO 膜，价格在1000多、2000以内的就可以，过滤出来的水质和高端的净水机没啥区别，滤芯必须买通用的，不然每年都得花高价换滤芯。6. 扫地机器人，它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你简单的清理一下地面灰尘和小垃圾，真别指望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1500块钱左右的就完全够用了。这玩意重点要关注一下它的噪音，至于其他清扫功能和避障功能啥的，贵的和便宜的区别并不大。7. 微波炉，我就想问一句，你家的微波炉除了热剩饭和热牛奶，还用它做过其他事情吗？比如烧烤做饭之类的，所以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再多你也用不到，就买个几百块钱的基础款，能热饭菜能解冻就可以了。8. 电动晾衣架，这个东西最有用的功能就是照明和升降，千万别选什么快速烘干、消毒除菌的，功能效果微乎其微，价格又贵。我想说，你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没做好，还有脸去抢烘干机的饭碗？闭着眼睛选品牌里最便宜的就行了。9. 燃气灶，现在的产品越是简单，营销话术越复杂，燃气灶技术含量不高，可别让商家给你忽悠了。
咱就在那几个专门做灶具的大品牌里选个大火力的就行了。烟机选个差不多的，排风量和风压足够大的情况下，还要保持低噪音，没点技术啥的真不行。